啊，要钱好多这个，如果是。大家好呀，我是阿林，这里是海边寨集市，位于云南南部城市蒙自。这位大叔穿的应该是彝族服饰，大叔正在忙着生意，我不好意思打扰他。但大叔帽子上的彩色小毛球是当地的彝族装饰。而大叔衣服背上的图案呢，应该是彝族的三弦琴。蒙自是多民族县市，历史上世居民族有彝族、壮族、哈尼族、苗族、回族等等。因此，在集市上，不论是摆摊位的，还是来赶街的，常常能看到身着民族服饰的人们。可以买点这个会放在这挺对啊，不然从来没买过，我看得起。从周一到周六，南湖南路只是蒙自市里2条不起眼的小街道。到了周日，一切都变了样子。从清晨6点开始，蒙自周边村寨中的人们便陆续赶过来摆摊。他们带来了自家种的果蔬，不过更为新奇的是云南大山里那些平日在城市中很少见的奇珍山货。刚过8点钟，海边寨集市上已是一片人声鼎沸。地上堆成小山的是云贵地区人们很喜欢的折耳根。这是胡辣子，辣椒经过高温烘烤之后捣碎，就变成了这样的蘸料。烧烤或者是羊汤锅都可以用它来当做蘸料。这位大姐在剥皮的叫做棕苞，也叫棕苞米、棕树心，它是棕榈未开放的花苞。采摘它并不容易，要爬到棕树上，剥开棕毛，将里面的棕苞割下来。但是棕苞的味道却极其鲜美，需要剥去外皮，据说比冬笋的味道还要好吃。不过棕苞米可要吃嫩的哦，老了味道就会变苦。一般会拿来做汤，或者切丝、切片炒腊肉来吃。这边摆摊位的阿婆身着的就是漂亮的苗族服饰，看上面的绣花非常精美，颜色也很鲜艳。苗族女子服饰最典型的特点是绑腿和漂亮的百褶小裙子。一会儿我们在集市上还会看到苗族服饰。说回到刚刚见到的棕苞米，它也被称为奢侈的野味，因为并不高产。像村子里种棕树，主要就是为了棕苞和棕毛。棕毛的用处呢，可以做饲料、肥料，还可以做一些手工制品。这边的草莓看着真是漂亮，摆出来像是一盆盆的花卉。这多少钱一盒呀？12块。12块。
这是您自己种的阿婆？啊，自己种的。听不懂。自己种的，小心自己种的。好的。这种的很好的，其实是。哦。它是小心眼的，1块5斤啊。1块5。这位大姐特别热情地和我推销着她家的菜，是1块5一斤。蔬菜的旁边呢是见水的小豆腐，用来烤着吃的。集市上地上的菜摊看上去摆放不那么整齐，但这些大都是村民家里自己种的，所以当地市民特意过来买菜的有好多。当然，除了周边村民以外，还有好多果蔬的商贩也过来售卖。绿叶蔬菜的价格我问了一下，大概都是1元钱1斤上下。这边阿婆穿的是彝族特色服饰，后面还摆着老旧的秤杆子，还有她的背篓，背着自家种的枇杷。阿婆带来的东西其实种类不那么丰富，希望她的枇杷今天都可以卖出去。这是脆柿子，10块钱3斤，口感脆甜，与之前我们在东北见到的冻柿子不是一个品种，冻柿子更为软糯。旁边的枇杷也是10块钱3斤，买的人特别的多。旁边这位大哥特意和我说，这家的枇杷很甜又很便宜。10块3斤，哦，太便宜了今年。啊，买自5路上红路。好的，好兄弟。这是我10块3斤，10块3斤。哦，这个我搞4年，知道吧？20块钱买了这么多。这边的枇杷更便宜，是10块钱4斤。摊主大姐的水烟筒也很有特点。在云南有种植烟草，并且烟草是云南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。中国有名的香烟品牌红塔山和云烟就是云南的烟草品牌。这是小米椒，看着很可爱，是5元钱1斤。大哥，这都多少钱呀？5块1斤，13块2。你养呢？你养1头ton有的。微细的那个酱口的呢2头10块多。啊？老子2千。这些都是云南人喜欢吃的粑粑、饵块，还有年糕。其中深色的是蒙自年糕，也算是蒙自的特产。蒙自年糕因为其中加入了红糖，所以颜色呈深褐色。正宗的蒙自年糕形状像是小碗一样，是因为制作的时候调成糊状，在碗中蒸制而成，所以呈半球形。吃法呢是煎和烤，可以蘸着白糖，或者也可以蘸椒盐来吃。这边红红的并不是西红柿，也是柿子的一种，与之前看到黄色的脆柿子不一样。一路逛到了这里，其实才刚刚看到海边寨市场的门牌。
海边寨的周日市集最早只是一个小型的露天草药市场，后来呢，越来越多的周边村民带着从山里挖的各种珍奇药材过来售卖，渐渐的，卖花卉的摊位也多了起来。再之后呢，卖果蔬的商贩们也过来摆起了摊位。集市上的东西越来越丰富，人气自然也就跟着越来越旺。现在这2条小街道已经成了蒙自市每周日最热闹的赶集地。这个肠多少钱啊10块的，3个10块。这种烤香肠是10块钱3个，里面肉很多，很好吃的。有的地方呢卖的会稍微贵一点，是4块钱1个。白白的米糕在其他集市上也很常见，很好吃。这种深色的并不是红糖米糕，而是苦荞麦做的。苦荞麦呢属于药食两用作物，具有降血糖、降血脂、清肠排毒等功效。但是苦荞本身属寒性，所以食用的时候还要多加注意。除了制成面食，苦荞麦经过炒制还可以泡茶，也可以混合大米，再加入红枣等配料一起煮粥来吃。这边好多人在排队买的是豆面汤圆，现做现煮的，大份是5元钱，小份呢3元。这样的糯米小汤圆煮熟之后呢，外面裹上豆面，之后再淋上红糖，香甜软糯。微信收款3元。我找你10个，那现金给你行。哎呦，我们万3就得了，哪个人3块，哪个人几块过后。当然有的，我都要那个的。哦，花生不要。啊，不要花生，把它烫细细的。哦。鸡毛来点嘎？鸡毛给来点。我哪个带人装的嘎？真的吗？这是牛干巴，我们在云南的集市上已经见到过好多次了，油炸来吃很香。这是牛肉的是吗？牛肉的。真的难说呢？猪肉的。真的难说呢，明白了不？这边摊位卖的是鲜牛奶和甜白酒，两者搭配起来是绝佳的甜品，我非常喜欢。这就是甜白酒的特写，粉色的是玫瑰口味，还有桂花口味。这样的一小盒是5元钱。我买了1瓶鲜牛奶来搭配玫瑰甜白酒。鲜牛奶呢是来自云南乍店的，乍店是云南省个旧市的一个小镇，是云南最早的牛奶生产基地之一。近些年，小镇因牛奶声名鹊起，所以在各地的市集上常常能够看到写着乍店牛奶的牌子。说完了鲜牛奶，我还想和大家介绍一下甜白酒。甜白酒在云南的市集上很常见，虽然名字中包含白酒，但实际上是一种带着微微米酒味道的甜品。糯米发酵的过程中加入了糖分，因此口感是甜蜜的。甜白酒加入牛奶中非常好喝，加入了玫瑰酱之后呢，就调制成了玫瑰口味的甜白酒。
甜白酒是醪糟的一种，是以大米、玉米等粮食作物为原料，用清水浸泡或者煮熟，在蒸透之后撒上甜酒曲，经过发酵制作而成的。在夏天1到2天就可以做成甜白酒，冬天的话气温较低，需要大概3到5天。除了当做甜品，甜白酒还可以煮鸡蛋。听当地人说，产妇在月子中经常会使用，滋补身体，恢复元气。逛着逛着，还发现了一家卖宠物的店铺，这里的小兔子们非常的可爱。如今的海边寨集市又叫做海边寨花卉市场，路两侧的固定店铺大部分都是售卖花卉和绿植的。在平日里没有赶该的日子，好多市民会过来这里挑选鲜花，还有室内装饰的绿植。这里是现磨的玉米粑粑，或者可以直接叫做玉米饼。新鲜的玉米粒在石磨中磨成玉米浆，然后在铁板上煎成金黄可口的玉米饼。这种现磨的玉米饼吃起来非常的软糯香甜，与晒干后磨成的玉米面做成的玉米饼口感完全不一样。5元钱2个。摊位的后面就是现剥的新鲜玉米。这些都是本地的草莓，15元一小塑料筐。在海边寨集市上，除了吃的，还会见到很多手工艺品，像这些都是手工竹子编制的各种小竹筐，品种繁多，琳琅满目。像这样一个最小的竹筐是20元。这里还有各种尺寸的簸箕，在旁边呢还有迷你版的簸箕，拿在手里比我的手掌还要小。旁边的摊位有好多当地人都在排队，卖的是现做的粉蒸肉，30元1斤。除了蒸肉，还有卤鸡翅、卤鸡爪等等。这些蒸肉近看上去真的非常诱人。这时候最想的就是手边再有上一碗白米饭，配上蒸肉一定非常好吃。多少钱个蒸肉？啊？哦，这是你现在你在这还煎，结果好吧？
鸡子又香，不是肥，这是一个鸡。那我吃什么？这边卖的是盐焗鸭蛋和盐焗鹌鹑蛋，袋子里面装的就是粗盐。有双黄打的。普通的咸鸭蛋是2元钱一个，像这样双黄的呢是2块5一个。石头带起来，好运自然来啊！21颗，21个啊，时来运转，好运连连，这个漂亮。喜欢哪个？这个是原皮雕刻的，那个是开心果，见者开心啊。然后这边嘛是烟灰缸、鼻息砚台都有的，这个它没有抛光，它是戴了以后氯化以后。这边卖石头的老板在卖力吆喝着，这样的小石头呢是20元一个，100元6颗。手串我这边多的，像你们带这种都可以的。都可以看一下啊，时来运转，好运连连，吊坠、挂件、毛衣链啊。像你们戴这个也漂亮的。对，皮肤白戴这种比较好看啊，戴出来效果啊，100块钱6颗。这5颜6色的是花米饭，最受小朋友们的喜欢。小份的是3元，大份的5元。这些糯米饭呢，颜色全部来自于自然的植物或者水果的染色。多少听不见？你打的有事吗？这边是现场用毛豆腐制作的腐乳，特别受当地人的喜欢。在其他的集市我也有看到，每一份前面都是排着好长的队。通常摆摊位的时候，老板只会带上固定的毛豆腐，把整个架子摆满，什么时候卖完了也就收摊了。这些盆子里的就是制作腐乳的调料，其实原料非常简单，主要就是食盐、辣椒粉、五香粉，还有一定的调味料粉。根据个人的口味，可以要求老板多放一点盐，或者多放一些辣子。将所有的调味料和毛豆腐均匀的摇匀，就可以盛出来装到罐子里了。当然，其中最重要的一步还有撒上一定的白酒。在排队的人中，我听到有一些是游客，想买上1、2罐带回去吃。这种腐乳的保质期还算长，老板说放上个半年都没有问题的。这看上去像是小酥肉，腌制好的肉裹上面糊，小火慢炸，炸到金黄就可以出锅了。这家摊位卖的全部和鹿有关，像这是新鲜的梅花鹿肉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。这些吊起来风干的是鹿干巴，要180元1斤，比牛干巴要贵上许多呢。这边还有鹿茸、鹿血等等，全部都是与鹿有关的滋补品。像这些人参、鹿茸等等的滋补品，在之前东北的市集上是很常见的。不知道这边的梅花鹿是不是本地饲养的呢？这些干的鹿茸片都是按克卖的，有12元一克的、20元一克的，便宜些的还有7元一克的。卤制好的牛肉熟食，看上去也不错，有牛排骨，还有牛肚。这是牛排骨。对对对，牛排。
心要做哪两个分量呢？报价。西瓜。这是拌好的鸡脚、鸡翅尖，还有猪皮，口味也很云南，像是柠檬味、百香果味、酸辣味。在这里也看到了卖蜂蛹的摊位，这种小小的蜂蛹油炸一下，非常的好吃，营养价值也很丰富。近看这一个个的蜂蛹，好多还在蠕动着。如果是长成型的蜂子呢，一般是用来泡酒的，据说可以治疗风湿。这是竹虫，蛋白质的含量同样很丰富，因此油炸之后也十分的香酥可口。在这家店的花丛中，有一束花，颜色艳丽，非常显眼。远看上去以为是假花，但靠近之后，还会有花香阵阵扑面而来。这是蒸饺，旁边还有煎饺和水煎包，正如这家摊位上牌子写的，都是北方的小吃。那如果按照北方的吃法，一定还要有调味伴侣香醋。旁边这是现卤制的鹌鹑蛋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在云南的好多地方会将鲜花入食，比如这里好多都是玫瑰的产品，这些都是新鲜的玫瑰。桶里面装的都是玫瑰醋，常见到的还会有玫瑰酱，像之前看到的玫瑰味甜白酒，就是将玫瑰酱加入到了甜白酒中。在这家花卉店门口还摆放着一盆一盆的草莓，可以观赏，也可以用来吃的。牛头和整只的牛蹄，在云南好多集市上也经常会见到。
这里又是一家卖粉蒸肉的摊位，此外呢，还有卖整条煎好的鱼，回家就可以吃了。袋子里的是炸猪皮，好多当地人也很喜欢吃。这是自家手工做的背篓，在云南赶街的时候，经常看到本地人会背着背篓，好多是塑料制的，塑料的呢，在一般超市就可以买到。但这种手编的可不常见。这是一家做油的作坊，这些机器就正在榨油，像花生油是11元1斤。这家的辣椒酱和芝麻酱都是现做的，辣椒酱我尝了一点点，吃起来特别的香，味道很特别，不知道老板用了什么秘方呢？像这些所有的配料和各种五谷都可以放在一起打成粉末，回家之后用热水一冲，冲成糊糊来吃。各种食材也会有建议的配比，营养均衡，粗粮细粮，精准搭配。这个12块，这个10块。哦，生的啊，对，那生的吧。生的。这位苗族阿姐卖的是木耳和各种蘑菇，看上去应该是自家种的。这些都是用野生菌炸制的，吃起来很香，也算是云南的特产之一。在超市里还会买到真空小包装的，可以带走。继续往前逛，就要进入草药一条街了。草药市场也是整个海边寨集市的前身，这里卖的草药品种非常的丰富，几乎大部分都是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到过的。这位苗族阿姐在砍着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草药，这摊位上的草药我一个都不认识，但记得曾经在电视一档节目里看到过，采集这种老藤草药的时候很艰难，要去到很深的山里，有时候要徒步数小时才能找到某一种特定的草药。
我很惊讶于这些外表看上去平平无奇的树藤，内里竟然有如此鲜亮的颜色，还有花纹。很遗憾，当地人讲话我都听不懂，不然一定向他们好好请教一下这些神奇的草药。这些黑黑的虫子是春，又名酒香虫，也是可以入药的。这位苗族大姐的摊位上也有这些黑黑的虫子，我问了才知道，这些是用来泡酒的。大姐，这个是药是吗？是酒呢。哦。这个是要吃还是要擦呀？啊，泡酒擦，泡酒吃，自己吃到的。啊，泡酒的。哦。在这一侧的草药一条街上，也有周边的老乡摆着自家种的菜过来售卖。青菜大部分都是1块钱1斤。我注意到好多摆摊位的大姐阿婆们都穿着自己的民族服饰。那就抓出去，这个东西捡一笔，看2个。眼前这些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药材。卖药材的阿姐们好多都穿着漂亮的苗族服饰。在集市上呢，我也看到一些小摊位写着苗药。其实苗药在中国传统医学领域中是占有一席之位的。苗药具体指的是在苗族聚居的苗岭山脉、乌蒙山脉、武陵山脉、鄂西山地、大苗山脉及海南山地等地区种植生长的中草药材，同时也指的是苗族的医学文化。刚提到的乌蒙山脉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与贵州省西部的交界之处。
说到贵州呢，不仅苗族众多，贵州的药材产量也很高，主要就产于几个苗族聚居的自治州。从中国各地的药市盛况，也可以充分表现出苗药资源的丰富性。有的药市有大小摊位数十到数百个，各类野生干鲜药材几十到几百种，也有少部分是加重的。最常见的药材，比如各种血藤，种类就很繁多。不过对于我这个药材外行来说，都很难辨别的。我没想到，在海边寨集市上，草药一条街也会这么热闹，当地人来逛的非常多。其实，好多当地人过来买上1、2把草药，并不是因为生病。像好多草药都是可以直接用来煲汤的，营养滋补与美味并存。这一侧还有好多卖肉的摊位，在海边寨集市上，卖肉的摊位基本都在街的这一侧了。这里有好多种的豆腐，像这种干豆腐，还有小豆腐，还有发酵的毛豆腐。在当地点外卖的时候，我吃到过一种韭菜炖臭豆腐，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毛豆腐做的呢？时间一点一点临近中午了，但集市上的人潮一点也没有退去的意思，感觉反而越来越多。都说云南人爱赶集、爱赶街，在这里体现的是十分淋漓尽致。继续往前走，渐渐的就会走到草药一条街的尽头。这条街呢，和之前我们逛的有很多花卉商店的街其实是2条平行的街道。前面出去呢，就是马路上了。马路上依旧也有很多摊位，我们来的时候就逛了好一会儿，才走到海边寨集市的门牌下面。在周1到周6的时候，这2条街道真的是非常安静，很难想象到了周日，差不多半个城市的人都过来赶街了。不仅仅当地市民来逛得多，好多周边的老乡们从一大清早就过来摆摊位了。从这儿开始，我们就又回到了之前来集市时候的马路上。马路2侧都是周边老乡过来摆的摊位。像这边大姐穿的又是漂亮的彝族服饰。海边寨集市就位于蒙自市区的南湖旁，所以公交车过来十分的方便。蒙自市呢并不算大，
南湖也算是比较集中的公交站点儿，所以就算居住在市郊，坐公交车也是很便利的。前面这位身着绿色衣服的阿姐，看上去帽子和裤子的花纹像是哈尼族服饰。好啦，这次的云南赶街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我过7块了，7块197，生命7块。下降的，天哪，我会烧的啥啦？烧的买嘞，2块钱放了我买了，啊不是把我这个有的是我买了。